从我开始接触摄影机到现在，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。我最早拥有的高画质摄影机就是它，来自于 BMD 的 PCC 1代，它的最大分辨率是 1080p。那我没有想过这家公司会在7年以后，整个行业都在朝 4K 和 8K 转型的这个节点，推出这样一台设备 Ursa Mini Pro 12K。我还记得那场直播发布会，那时候所有人都猜测 BMD 会出一台 PCC 6K 的全画幅版本，所以当他突然拿出这台 12K 的时候，当时所有人都傻了，包括我，每个人的表情都是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就是这种疑惑。虽然当时我也很疑惑，但是我们公司还在做很多超高清影像的服务，我们最终决定花了85000块钱买了这样的一台。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是1年以后，上个月 BMD 宣布它降价到47000块钱，这降价比特斯拉还狠，也让我又被割了狠狠的一茬韭菜。但反过来说，正是因为这台摄影机背负了这么多迷之操作，我们也用了大半年了。无论你是想买还是今天纯粹是点进来看个热闹，围绕它来聊聊，应该多少会有点意思。欢迎收看我们久违的评测 Ursa Mini Pro 12K。我们经常说，今后视频行业会往3高的方向发展，也就是高分辨率、高动态范围，还有高帧率。那其实我个人理解，高分辨率是这3者里面最难被感知到的。那这不是说它画面本身不好，只能说观看媒介决定了它体验的上限。比如这是 FX3 拍出来的画面和 12K 一对比，你能看出来区别吗？但当你把画面放大，模拟成在电视前面靠近了看的感受，这样差距才会明显起来。我们尝试用公司 8K 的电视看过完整的 12K 的素材，只能说很棒，但反过来说，我也并没有因为它的分辨率而感到震撼，这是实话。之前在评论区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提到过 12K 素材的后期有很大的裁切空间，确实我以为可以把 12K 分辨率放大3倍，你依然可以获得全分辨率的 4K 画面，但现实并不是这样，裁切会让很多瑕疵被成倍的放大。我感受最明显的就是光学、镜头锐度还有色散这些不足，全都会随着裁切而变得无比明显。我们尝试用了蔡司的 Otus 镜头，理论上光学素质已经不算差了，但在光圈全开的情况下，你一裁切，这紫边直接就起飞了。那假如你想裁切，光圈得收到至少 f5.6 才能有相对不错的结果。那既然裁也不行，你观看也不行，那你拍 12K 的意义在哪里呢？没错，这就是在买它的时候我提出的问题。而事实上用了1年以后，我提出的问题还是这个，只不过这次我的问题是个设问句。高分辨率带来的另一件事就是巨大的数据量，它最高能有 12K 60fps BMD RAW 的记录能力， 8K 能够记录 120fps 的画面。那如果你选择8:1的压缩比，你每秒会产生将近1个 GB 的素材量，一张 1TB 的 SSD 只能够拍摄18分钟左右。那把这个情况带入到我们真实的案例里面，在拍摄几米投影仪壁纸项目的时候，我们总共产生了40TB 的数据。那听着这只是一个数字，但是对于我们团队后期来说，几乎是毁灭性的摧毁了我们后期常规的流程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常规的 CFast 2.0 的卡是没法实现这样的写入速度的，你只能够同时插入2张 CFast 2.0 的卡，用交替写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也就是一帧写在 A 卡，一帧写在 B 卡，然后后期考卡的时候再进行一个缝合。这样有个好处就是，如果你有一张卡坏了，那你依然有一半的素材是可以用的，只不过帧率少了一半。那还有一点就是，之前拍摄甲虫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提过丢帧。最近杭州室外气温大概是35度左右，如果说你用 12K 60fps 的格式来拍摄，用 SSD 外部记录，就必定会过热，然后素材就会开始丢帧。那当然这也不能说是 12K 设备的问题，但除非你选择加钱购买他们官方的 SSD 模块，这确实就是当前用它最省钱的记录 12K 的方式了。所以最终用了这么久之后，我们自己心里已经有了逼数，
就 12K 分辨率，至少对我们对影视飓风团队来说，在当今就是no， 我们吃不消。我们反而发现拿这台 12K 用来拍 8K 120 FPS 倒是非常不错，因为目前市面上也没有竞品。说真的 ，12K 本身没有震撼我，但这些升格又高分辨率的画面，确实给了我一些惊喜。12K 摄影机的原生 ISO 是800，并没有像 BMPCC 6K 那样拥有双原生 ISO。我们也测试了它的夜景能力，你可以评价一下它的表现在你心里是怎么样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像 S3 还有阿莱的摄影机都是走低像素这条路，单颗像素面积会更大，这样能够接收到更多的光，对于高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反之，高分辨率会导致单个像素能接收到的光会少很多，在高感上的表现逻辑上也会受限。这里就涉及到 12K 非常特殊的一个设计，就是它的传感器。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正常传感器是怎么成像的。这里需要引入一个叫做拜耳滤色镜的东西。那你如果没有它，传感器所拍摄出来的画面都是没有色彩信息的，就只有黑白。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它是一个有色滤色片，它们按照 25% 红色、25% 蓝色，还有 50% 绿色，按照规律排列在每一个像素上面，这就是所谓的拜耳阵列。但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，你可以仔细想一下，通过拜耳滤镜之后，使得每个像素只接受一种颜色的光。那每一束光在通过这个滤色镜的时候，只有固定波长的光能够穿过它到达传感器，这当中的损失其实是非常严重的。只是因为传统摄像机单个像素的面积大，弥补了这一损失。但是当你把目光放到 12K 之上，你就会发现问题所在。S35 的传感器塞进了8000万的像素，注定了它的像素间距只有 2.2 微米。那你也应该能够想到方法，既然绿色片会大大减少进光量，那我干脆就不要了，对不对？那没错 ，BMD 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们创新性的把一半的像素量直接给变成了白色像素，舍弃了感色的能力。那为了换取更多的进光量，也就换取了更好的高感表现。而其余一半的像素按照1:1:1排列，就像这样 ，BMD 把它叫做 RGB3W 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排列模式。那当然这么做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，因为这同时舍弃了一半的色彩信息。那只不过在 12K 之下，相比这个代价 ，BMD 还是更愿意让它拥有更好的信噪比。其实解释到这里，我想也应该能让你简单了解到它背后的原因，还有这台摄影机特殊的地方了。但是 BMD 要做的远远不止这些，新的像素有新的排列方式，无论是编解码还是成像算法，全部都要从零开始，全部重新设计。这也是为什么据说5年前 BMD 就开始了它的研发，这也是为什么 12K 只有一种编码格式，就是 BMD RAW， 因为它太特殊了。但纸上的参数说到底只是参数，真正在看这些画面的时候，尤其是你把它和 FX3 还有 FX6 这样的拜耳滤镜摄影机对比的时候，我只能说不讨论分辨率， 12K 的宽容度能够做到和它们持平。至于损失的色彩信息，我没有觉得对调色有任何影响。但说回来，这些传感器的新的设计对我来说，感知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的强。传感器的改变其实对 BMD 来说只是第一步， 12K 的 RAW 文件想要流畅的后期工作流依然存在很多挑战。那可以说 BMD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，在达芬奇里面，时间线分辨率设置在 1080p 的情况下，基本上可以流畅剪辑，回放也可以满帧回放。但如果你好奇把时间线分成 12K 再来回放会是怎么样，那就这样，必然崩溃，不会有意外。其实真正让我觉得无法忍受 12K 流程的地方，就是卡在导出这里。3090加上10代的 i9 12K 素材导出 4K 的成片，也就是3到5帧每秒的导出速度。我们也测试了2080 Ti 的导出速度，也卡在3到5帧左右。在 12K 面前，不管你是2080 Ti 还是3090，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。这个应该和优化会有一些关系，但我只能说，如果你选择了买这台摄影机，你后期流程基本上就是必须绑定在达芬奇之上的，这也是你在购买前必须要想明白的。所以讲了这么多参数上的东西，我也应该讲一下操作体验。那只能说在今天有这么多选择的情况下，使用 12K 绝对说不上是一种享受。那先不说别的，光这个重量就已经能够劝退大部分人了。机身大小、按键布局和几年前的 4.6K Pro 是没有任何变化的，甚至你直接去看我4年前的评测是完全不会过时的，就是这么离谱。那虽说它定位是面向专业用户打造的，除了 HDMI 接口没有，别的专业接口是一个不落，还有内置的 ND 滤镜。但哪怕是专业用户，现在谁不想设备轻一点、小一点呢？而且我想吐槽的是这个监视器，
虽然菜单设计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，还是 BMD， 但这屏幕比 6K Pro 还要小，放在 12K 的机身上面真的是难以忍受，让人直接爆炸。外置监视器就是一个必备的东西，而又因为它的分辨率太高，对焦又成了很大的痛苦，你需要不断的放大缩小来确认焦点的位置，在 12K 之下，一点点的脱焦都会变得无比的明显。所以这2年 BMD 发布的设备总是给我一种感觉，无论是 12K 还是 6K Pro， 就是它很奇怪。它有优势吗？确实有，但是为了这点优势，你总是要牺牲很多的东西，有一点食之无味但又弃之可惜的感觉。12K 在今天的意义对我来说，就是在给甲方的 PPT 上写上 12K 这3个字，然后也许我们的报价能稍微高一点，就仅此而已。我们也一直在思考，到底什么样的项目和人会需要或者说适合用 12K。 那思考再三，我觉得就是风光拍摄或者产品还有文物这些的拍摄， 12K 确实能让你感到一些优势。那当然同时你要做好准备来面对 12K 所带来的刚才所讲的麻烦。那如果你想拍学生短片或者 TVC 广告，那我的建议就是兄弟对自己稍微好一点。这台摄影机我觉得就是参数不代表一切的最好的写照了，购买之前务必三思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这期 12K 的评测，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转发，这会给我们更大的动力来做更多的评测，毕竟这是我们的一个兴趣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